伊朗镇压示威者，川普警告中共受冲击。美众院通过法案，禁向中共出售战略储油。海南封关难掩房价崩势，中介呼吁买房三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静闻。中国近期鼻病毒爆发，官方表示，这种病毒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只能依赖日常预防。1月7号，中共疾控中心发文称，近期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全国门诊流感样例中显著上升，在南方一些省份超过呼吸道合胞病毒，仅次于流感病毒。据称，鼻病毒是呼吸道疾病的元凶之一，主要症状包括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和浑身轻微酸痛。传播途径主要有2种，一是通过飞沫传播，二是接触感染。疾控中心表示，目前鼻病毒没有任何的特效药或是疫苗，使用抗生素和抗流感药物也都无法治疗。有大陆民众日前对本台表示，这波疫情从2025年11月开始，12月在校园大爆发，目前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医院人满为患。在中国影音平台抖音上，也有不少患者的留言，声称自己中招。联合国难民署日前发布的2025年初步数据显示，中国人大规模外流寻求庇护的趋势仍未减缓，有望与去年创纪录的人数持平。初步数据将在2026年初稍后调整，再最终确定。目前估计2025年约有178725名来自中国的庇护申请者，这比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数字翻了几倍。当时每年人数维持在7000至21000人之间。2024年的人数创下纪录，达到180960例。当时从初步数据到最终数据之间有小幅上修。如果2025年的人数在最终数据公布时也有类似的上调，那么2025年的人数不仅会与2024年相当，而且还将创下新的纪录。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寻求庇护的目的地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的申请人数仍然持续大幅增加，欧洲其他国家申请人数则持续下降。美国以占总数近83%的比例遥遥领先，澳洲则以约6%的接收比例位居世界第2，加拿大以约3.6%的比例位居第3。另外，日本在2019至2025年间接收的申请庇护者人数为0，韩国2019年接收2606人，2025年则接收2181人。伊朗爆发3年来最严重的民众抗议事件，示威越演越烈。伊朗最高领袖透过国家电视台发布简短演说，暗示伊朗当局将严厉镇压示威者。美国总统川普先前也多次警告伊朗，如果德黑兰当局残杀示威者，将会付出地狱般的代价。有学者表示，这起事件对中共政府影响很大。伊朗严重的经济崩溃与物价失控，引燃大规模全国性抗争，并迅速演变成几年来对政府最重大的挑战。根据伊朗媒体与官方说法，自12月下旬动乱爆发以来，至少造成42人死亡。尽管伊朗政府镇压，但示威浪潮没有消退迹象。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将示威者定调为受外国煽动的暴徒，出动武力压制。虽然伊朗切断网络和国际电话，但民众仍在流亡王储号召下走上街头，高声呐喊，并进行游行示威。美国总统川普1月8日发出警告，宣称如果德黑兰政府暴力屠杀和平示威者，美国将前来救援。再有人员死亡，美国将对伊朗进行严厉打击。川普呢？警告伊朗政府不要屠杀人民。如果你去压迫人民那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那我想这句话激励了伊朗的人民群众就不再害怕。所以呢，很快的这种示威抗议的浪潮从原本的10几个城市到几十个城市，到上百个城市甚至也盛传某些部长，甚至神权最高统帅、最高的统治者哈梅内伊
他都已经逃亡了，或至少媒体的报道他已经拟定了逃亡的政策转移大量的美金，预计是俄罗斯这样的情况那当然更鼓励伊朗的人民。美军近期突袭委内瑞拉，生擒总统马杜罗。对伊朗而言，马杜罗倒台意味着德黑兰丧失西半球的最重要盟友之一，而伊朗与委内瑞拉都曾寄望于中共与俄罗斯的战略支持。但在马杜罗被捕后，中俄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军事干预。所以呢，这次包括美国在委内瑞拉的一个行动，中共似乎就没有办法介入，这对其他的专制政权压迫下的人民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外溢效应，这些受压迫的人民可能也会一个接一个起来争取自由跟人权。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就是要准备清理后院，抓委内瑞拉总统是给所有南美这些领导人看，如果不听他的，那下场都是这个。其实清理后院还是准备来应对中国。伊朗首都及其他城市出现大批示威者上街游行，被形容为是近年来反对神权统治力量最大的一次集体行动。这次川普在委内瑞拉的行动给伊朗人民非常大的鼓舞，这其实也就是一个外溢的效应。它鼓舞的恐怕也不只是伊朗的人民在其他的一个独裁政权恐怕都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当这些专制独裁政权已经不能再一手遮天中共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独裁政权，恐怕这些讯息也会影响到中共内部的人民，他们恐怕也会在未来对现有的体制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冲击。学者表示，因为这次的事件其实对中共的影响很大，特别是马杜罗被逮捕之前还接见了中国的特使。显然中国不止在军事，甚至在外交都没有能够掌握确切的讯息这是一个大挫败这会为未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甚至呢内部官僚体系的斗争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诱因。外界认为，委内瑞拉背后是中共政府在支持，伊朗也不例外。如果这两个专制政权都出现变数，对中共政权将造成不小的冲击。1月8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重要法案，禁止向中共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还要求商务部等联邦机构官员赴中国出差时必须向国会详细报告。1月8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的397票对28票通过一项重要拨款法案。在强化出口管制方面，法案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增加4400万美元的经费，总预算提升至2.35亿美元，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流入中共手中。法案并禁止向中共出售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禁止中国和俄罗斯公民进入美国核武生产设施，并防止能源部向任何受美方关切的外国实体提供财务援助。它不是单纯的石油的贸易或者石油的输出，它必须要整体的放在美中对峙里面能源扮演角色这个问题来看。如果委内瑞拉石油由美国管控，那势必不会出售石油给中国。所以现在比较低价的石油来源就只剩下唯一的俄罗斯了。当然对中共的整个经济面取得原料、石油、能源这些就会产生影响了。对于中共现在内部的经济下滑的回势，当然等于是雪上加霜。保护联邦资讯技术系统的条款则禁止商务部、司法部、NASA 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没有完成供应链和网络安全风险审查下采购资讯科技系统，包括针对外国对手涉入情形的评估，特别是中共。美国当然是希望透过印太战略或者是对中的战略，慢慢的降低中国的影响力或者是它的综合国力。第一个就是透过关税或透过一些经济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让自己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然后拉大跟中国之间的差距，然后对中国产生吓阻，让中国不敢对其他的地方军事威胁或者是侵略。法案禁止 NASA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下与中共或中国公司进行双边合作或签署协议。法案还拨款1640万美元，用于执行与中国相关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以提升对美国劳工及制造商的保护。印太战略比较明刀明枪的是军事的对峙，周边的影响是整个战争机器、国家机器，包括科技的管制，还有关键技术的禁止交流，包括人员。
现在再加上燃料，当然就是对美中印太的竞争，又给中共的战争机器釜底抽薪了一次。法案并要求商务部、NASA 及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季向国会提交报告，详细说明政府人员赴中出差情况及目的。美国现在不会脱钩，但是美国会思考怎么样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然后慢慢建立自己的，不论在稀土或者相关的产品的自主性，或者建立跟盟国之间的非红供应链，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此前，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曾联合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正利用与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研究人员建立合作关系，使中共军方能够接触到美国敏感核技术以及其他具有经济和国家安全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美国会调查人员更发现，美国联邦资金投入的研究合作对象竟包括直接替共军工作的中共国有实验室及大学。美国的两党虽然有内部的政治竞争，可是对外是一致的，这一点很值得台湾这种新兴的民主国家作为参考。尽管民进党、民众党、国民党在内部有不同的政治路线，但是其实对外应该有一致，因为这是共同的国家跨越党派的。这一点反而是从美国的这些法案可以作为一个学习跟参考。据了解，这份调查是美国会推动设立防火墙的一部分，旨在阻止美国科研成果被用于增强中共的军事实力。海南封关难掩房价崩势，中介呼吁买房三思。海南封关落地后，并没有预期出现普遍的价值重估，反而有部分区域房价出现显著下探，多个区域的房价价格塌陷。作为海南省会被视为自贸港桥头堡的海口也不例外。中国海南岛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实施全岛封关运作，除了取消绝大多数进口关税，还大幅调降企业税及个人所得税。中共宣称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表示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世界展开双向贸易。有房地产中介透露，封关初期并没有预期出现普遍的价值重估，反而有部分区域房价出现显著下探，甚至有中介形容部分非核心区域价格出现腰斩或塌陷的现象。海南无论从它的地理位置、气候跟经济数据到人口结构，到它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都不适合作为一个房地产热点去看，而且从它的教育、医疗、生活配套来看更加不适合，最多只充其量就是一个度假村的模式。所以炒海南房地产它只是一个违反房地产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个错误的做法。海南多次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试点，几次的开发热潮最终都是草草收尾。尽管如此，这次海南自贸港话题依然引起外界关注。这次封关带来的产业落地是否真实，是否带来稳定就业，我们目前来看都觉得比较勉强。就像雄安深新区啊，什么郑州新区啊，天津港自贸区一样，很多这些所谓的宏观政策，有时候在真正落地之后，它并没有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往往是口号跟政策是宏大的，执行层面到市场认可层面来说是不对应的。大陆房屋中介大海南磊哥表示，海南这些年建了不少房子，库存压力非常大。对海南的楼市他持续不乐观，核心只有一点，不管是发展经济还是支撑房价，最终都得靠人。过去房价普涨是时代的红利，现在周期变了，别再盲目的相信一个政策、一个地方的利好就能让房价翻盘。2022年就在现在，你身边的房子涨了吗？所以如果你是因为封关的消息动心，想冲进来买房，我建议你先冷静。这位中介最后提醒民众，投资不是看政策，而是看本质，有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入是关键，有没有真实的产业或收入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买房前最好三思。封关后，海南未来房地产能否持续，主要取决于：一、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落地，不能仅仅依靠旅游和零关税消费来拉动经济，二就是国际资金和高收入人口的持续流入。从现象看，可能这几项都无法达到预期，海南房地产下跌也是必然的，繁荣更谈不上。封关不仅没有拖住房价，反而令房地产价格加速下探。在全球看衰中国经济的大趋势背景下，如黄金周的这种穷游现象和外资纷纷撤离中国的现象，海南的这个旅游、零关税消费以及其他产业很难独善其身，跟趋势作对，注定了中共的这个封关政策是一地鸡毛，房价的下跌也许仅仅是开始。海南岛这个封关所谓可以吸引产业人口流入，这些东西它都是停留在一个制度口号、一个宏观的设想当中。海南自贸港更多的是考虑海南岛所谓战略地位对于南海的覆盖，以及它建筑更多的公共建筑物在一些军事基地附近，以防止在军事基地被打击时候作为民用建筑这样的一个借口。曾任《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现任澳洲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东亚资深研究员马立德对媒体说，就在中国贸易顺差创纪录之际，海南岛作为自由贸易转口港的新角色，从政治与公关角度来看，都有强烈的挂羊头卖狗肉味道。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金市清华园高级中学的一名学生1月8号在学校不明原因死亡，校方起先拒绝让家属看遗体，引发家属抗议。拖延6小时后，家属终于看到遗体，结果发现孩子嘴角流血，胸口处还有一个洞，疑似针孔，断定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其他家长和网友的关注。1月9号，大批人士在学校门口抗议，当局则派出大量警察到场戒备。目前，学校仍未就学生的死亡原因做出任何说明。四川知名维权人士陈云飞也是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成员。1月8号，他因在 X 平台为教会发声，在居住的小区内遭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殴打，导致面部出血，多处受伤，眉骨骨折，缝合4针。事发时，平时监控陈云飞的警车和国保人员都在场，但无人阻止。陈云飞报警后，警方也一直没有给出回应。四川省眉山市的一些村民因政府修建资乐高速公路，家中房屋被征收拆迁，但一直没有收到土地补偿款、人头安置费、湿地保险等。多次反映无果后，1月8号，村民们到资乐高速 TJ2 项目经理部门口架起柴火取暖，并堵门维权。浙金中心暴雷后，投资受害者的维权行动一直在持续。最近几天，又有大批受害者到浙金中心门外抗议，高喊“打倒腐败，浙金还钱”等口号。1月8号，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到场维稳，现场戒备森严。1月9号，一些维权者绕浙金中心游行。新年伊始，飞天茅台在线上卖爆，这看似消费复苏，却又透露出一种保值心理。另一方面，传统烟酒店出现倒闭潮，酒桌萧条，茅台暴涨，实体倒闭，投机狂欢。学者指出，这显示市场是分化的，不是繁荣。贵州茅台旗下数字营销平台 i 茅台 APP 在1月1日上线1499元飞天茅台，每天每人限购12瓶。开卖3天，每天几乎上线就秒空，超过10万用户总计买了约300吨酒。去年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呈现单边下行的态势，到了12月，市场价一直在1500元上下浮动。这次下猛药在线上进行平价直销后，今年首个开盘日，贵州茅台上涨3.54%，结束了元旦前的3连跌。这看似消费复苏，却又透露出一种保值心理。段永平等投资者强调，投资茅台肯定比放银行好，拿着现金还不如买茅台。去年贵州茅台股息率达到3.9%，历史性首次反超农业银行。有闲钱买茅台比存银行好。茅台爆买是囤货跟套利，
并不代表整体的消费回暖。这些人他不是说喝不喝酒，就是在存钱。在低利率跟高不确定环境下，民众把一些熟悉的、可以流通的、价格有共识的东西当成准资产。茅台具有一定的强品牌、全国流通性跟长期保值预期，被当成替代存款工具而非消费品。但是购买白酒来保值实在不那么常见。发达国家、正常社会，没有人把这种消费品作为保值的东西。当然，它那个酒放的久一点，可能这个味道越来越好，也更值钱。但是你要作为投资的话呢，实在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有效的工具。那中国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只能说明呢，就是说中国的其他的正当的真正有价值的投资的工具或投资的机会呢，越来越少。或者几乎没有，人们就开始找这种其他的不那么合适的不那么方便的东西作为一个保值的工具。另一方面，传统烟酒店出现倒闭潮。中国烟酒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烟酒店锐减 19%， 一年蒸发32万家，5年倒闭130万家。这些烟酒店遍布大街小巷，是白酒流通系统中末端的毛细血管。2023年，中国约有490万家烟酒店。他们大多经营了有10几20年，靠着几个稳定的单位团购大客户，年年稳赚10几万元。但是去年当局发布的史上最严禁酒令，涵盖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公立国企与事业单位部分地区。过去不少烟酒店囤货茅台等高端酒，在市场价格上涨时高价售出，快速积累财富。但反腐口号一出，很多单位都不敢买酒了。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最严禁酒令是烟酒店倒闭潮的催化剂。烟酒店高毛利主要是来自政务单位团体的礼品，禁酒反腐让这部分需求迅速降温，加上品牌直销、电商挤压，小店就先被淘汰。更加重大的原因是经济衰退，民众消费降级。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烟酒店出现倒闭潮，实际上跟大量零售企业倒闭是一致的。因为作为这个烟酒这些东西呢，一般那个人们是有钱的就可以消费，没钱的话呢就可以降级，甚至就不消费。我注意到，就是中国老百姓现在好像很多烟民呢，发现这个中国的烟是这个烧得特别快，中共这个烟草公司在背后动了手脚，就是让他们就是说花更多的钱，但抽不到真正的烟。那一气之下，大家开始戒烟了，不买了，正好也经济不好，他也没钱消费了。那这个烟酒呢，都是中共专卖的东西，烟草的税收支撑了中共政权的运转，大量的资金。所以呢，中共看到老百姓开始集体的戒烟戒酒的话呢，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税收。新年伊始，茅台爆买，烟酒店倒闭。黄大卫表示，这说明市场是分化的，不是繁荣。大众消费在收缩，茅台又再次被资产化。并不是大家爱喝酒，而是钱不知往哪里去，只好去买最像钱的东西。酒桌冷清，茅台火热，本质上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集中反应。除了烟酒店，去年全国关了 3.9 万家药店，疫情解封至今，全国已有6万多家眼镜店陷入困境。退伍军人、警察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永泽申宝福说，我们都是在部队时入的党，现在越来越感觉上当受骗，共产政权恶行种种，又是用疫苗害老百姓，还把老百姓的儿女当成高官有钱人的公体，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在此声明退出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不当邪灵的殉葬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希望神佛护佑平安吉祥。小梁说，我来自一个政法世家，家里人都是警察，都在监狱工作。一位朋友给我讲了真相，我是警察，但我是好人。今天我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神明为证。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静闻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